我在镇上待了80年，容貌却没有丝毫变化。大家都说我是得到了仙人指点才得以青春永驻，却不知我本就是长生者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年，我只加了一点力量，便已经能一拳碎尸。第2年我又加了力量，身体已经能够无视刀剑，甚至能徒手把菜刀捏成铁球。凭着这份本事，我在镇上谋了个捕快的差事，吃上了官礼。第3年大庆运来开战，幸运的是我无亲无挂，官府怕我这种光脚的不稳定，既怕我逃也怕我反，所以没抓我去充军。但不幸的是，我的捕头被拉了去，临行前捕头红着眼眶，把自己年仅10岁的女儿沈幼薇托付给了我。这一去变成了永别。第4年拥有4点力量的我，已经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存在。所谓刀剑、拳脚、忍术，在我面前都已经没什么意义。把他赶出去，粮食银子全抢光！陈铺呢？快去找陈铺快！陈铺住东头，从后面绕过去。快去找陈不开，只有他能救我们了。哼，就一个捕快。谁点的火？爷子点的，你能怎样？上，都给我上！他就一个人。他的手是铁打吗？装神弄鬼！汉生啊，你就是咱们甘棠镇的守护神！守护神！唯一的隐患是，我杀的刘匪里有个叫叶晨的，他哥叶枫2年前走了狗屎运，拜入了仙门。听说修仙者报仇从来不回夜，好在对方刚上山没有10-20年，根本下不来。我掐指一算，顿时松了口气。20年后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第11年，10点力量已经让我一拳能轰出真空，可我忽然觉得光加力量好像有些不对劲。那一年，我走路捡钱，空钩钓鱼，进山还能踩到老参，简直像天命之子附体。第13年，2个消息同时传来，坏消息是前线噩耗云镇山战死了，好消息是玄霄宗仙师下山收徒，声称此地有大气运者。此地有大气运者，可入我玄霄宗。玄霄宗的仙师下山收徒了。我原本以为那个人是我，找到了。结果测出来的大机缘者竟然是沈幼薇。龟息术竟然进阶成了大龟息术，这气运果然没白加。进阶之后，我体内气息流转比从前顺畅了数倍。我不走。为什么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这些年所有人都在变老，只有你没有。我想修仙，等我修到能长生的那天，我就回来找你。我可以拜入仙门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带上他。不运反骨，带回宗门只会是累赘。仙师，没事，看在幼薇的面子上，我可补偿你一样东西：神兵、丹药、符箓，任你挑。有没有能拿寿命换修为的功法？凡人寿不过100，你想死得更快，我就问有没有。龟息术外加2颗筑基丹，鸡肋功法拿去吧。陈汉生，你等我！好。300年结丹，3000年大能，3万年准圣，30万年当世无敌。可燃烧3倍寿命，换取3倍修炼速度，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？别人要300年，我只要100年。时光飞逝，又过了10年。汉生啊，甘棠镇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老镇长退休，我顺理成章成了新镇长。龟息术竟然进阶成了大龟息术，这气运果然没白加。进阶之后，我体内气息流转比从前顺畅了数倍。一片叶子打穿了山，陈镇长真不是凡人。看见了，就别乱传。我亲眼看见的，陈镇长一弹指，一片叶子飞出去，嗖的一下，山都被打穿了。那哪有蜈蚣？那分明是仙法。
陈镇长能摘叶飞花，洞穿谗言。他修的不是武功，是仙法。小武林藏着一位活神仙。邱先生收我为徒，我全家被魔门所害，此仇不共戴天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先生只要您教我，我必横扫天下。我虽经脉尽断，但心比天高。被灭门的孤儿，被退婚的天才，经脉尽断的废柴，一个个一看就是主角模板。不收。啊！今天必须分个高下。那就看看谁先倒下。开始吧，让我看看这位陈先生到底藏得有多深。躲里面是吧？那就出来！谁敢毁我洞府？听说小武林有位深不可测的陈先生，我倒想见识见识。聒噪！什么？一道刀气被一滴水打碎了。果然。正午资方寒拜见先生。刚才那场戏是你安排的？先生慧眼如炬，试探我，事关国运，不得不谨慎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大秦危急，想请先生出山救国。大秦没别的仙人了吗？还有一位，但早已必死关，不问世事。如今能指望的只有先生。先生有所不知，这方世界其实只是尘界，真正的修仙世界在灵界。灵界修士若强行下达到尘界，会被天道压制，所以很少有人下来。看来这个世界没多少真正厉害的人物。先生您看，出山之事，不去。打仗是另外的价钱，而且太危险。又死人了！这死法几10年前也出现过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难道他们又回来了吗？玄日道长没了。凶物乃深山黑林蛟蟒，吸食人气修炼，频道不敌，后来者斩妖除坏。这可怎么办？听说过搬山老叟的故事吗？那个老叟就是我。躲里面是吧？那就出来！谁敢毁我洞府？原来还没化胶。我只差100人便可化胶，你断我仙途，不怕遭天谴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龟布谷这片天道馆，还真不好说。你这蛮人！太轻了。毁我修行，不得好死！你吸食人气的时候，没想过别人也想活，那就别修了。没想到，在气运加持下，我竟从蛇身上得到了一缕蛟龙之气。从此，我终于有了远程攻击的手段。杀！
山呐，那么大一座山呐，这肯定是陈镇长干的。从今日起，陈镇长就是半步无敌。为什么只是半步？因为还没见过他跟真正的仙人交手。甘棠镇也彻底被改名成了小武林。不过这一切都和我关系不大，又是数十年闭关，外界风云变幻，大秦新帝登基，边疆防线告破，而小武是仙人，他是叶枫，30年前拜入仙门的叶枫。我弟弟叶晨死在这里，听说你们镇中还藏着一个能摧山断河、宛如仙人的人，叫他出来。先生，叶枫回来了，他要杀你。叶枫，就是30年前那个叶晨的哥哥。哦，先生，您不慌吗？有朋自远方来，虽远必诛。打不死，再赶出门也不迟。是你杀了我那个废物弟弟。是，杀了他，我屠光你们这群蝼蚁，便更加师出有名了。你杀心太重，凡人也配教训我？什么？这就是仙人吗？也不过如此。来人，你找死！让我看看什么才叫修仙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是反骨！一直秒杀仙人，半步无敌。不，他就是无敌。你们对叶枫所在的仙门了解多少？回先生，此人在修仙之前就干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却依旧被收入门中。玄河门宗主是大秦唯一一位常驻尘界的修士，不过据说已经闭死关100年了。希望那老东西是真的死了，能教出叶枫这种货色的，铁定不是什么好人。先生，您这屋子太旧了，我等愿为先生重建府邸。不必，80年过去，故人皆逝，唯有这老屋还留着当年的痕迹，总得留点旧物。都打了这么久，还没打完吗？先帝驾崩，幼主继位，朝堂动荡，如今第1道防线已破，全靠长公主殿下亲临战场，才勉强守住第2道防线。长公主挂帅，大秦已无将可用，那些仙门也指望不上。如今只有您能救大秦了。大秦是没有将领了吗？怎么轮到一个女人出战？长公主虽是女流，她说若大秦亡了，天下百姓便会成为北狄圈养的祭本。难道忍心看着？我没说不去。先生，只是这大秦的将领都死绝了，还要一个女人顶着，确实有点不像话。你骑马回去吧。先生，先生若肯出手，定能平定战事。行了，别给我戴高帽。位置在哪儿？断峡关距此3000里。3000里吗？元宵，城门快守不住了。只要我还站着，断峡关就不能破。小美人，本座乃赤幽宗长老，看你有些灵根，若肯乖乖做本座的修炼顶具，本座或许可以留大秦皇族一丝血脉，否则今日便屠城炼魂。我大秦只有战死的公主，没有归生的皇族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殿下！大秦要亡了吗？
这路稍微有点远，落地没太控制好力度。你是这里管事的？我是。敢问阁下是哪座仙山的仙师？我转过身，背对城墙，看向半空中那个同样有点猛的血袍老者。我不是仙师，我只是个镇长。听说你们这里有人闹事，特来调解一下。毫无灵力波动，竟是个凡人？难道只是个练了点外家功夫的武夫？飞师小心！这不可能！你这是什么肉身？就算是体修，也没听说过能徒手崩碎灵气的。太对。道友饶命！道友饶命！我是蚩尤宗的人。仙人陨落了！仙人陨落了！多谢仙师救命之恩，救国之恩。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？如烟愿倾国之力报答。报答就不必了，我来是想问个事。先生请问，只要是如烟知道的，定知无不言。这家伙说他是蚩尤宗的，往后蚩尤宗会不会有人替他报仇？蚩尤宗为灵界北境的藏阴山脉，而灵界与尘界有规则限制。灵界修士若强行下界，虽有些办法，但实力会大打折扣。先生是担心蚩尤宗报复吗？那挺远的，杀了小的，我怕老的来找麻烦。我这人最怕麻烦。好了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江湖再也不见。先生，大清皇位空悬，您若有意，算了吧，我没兴趣。我只是个镇长，今天的事别说是我干的。当往事浮现，放任如梦几场，爱恨厮守笔上，应不回望，我被你吞忘，年少从未消亡，踏踏红尘，不肯相忘，飞上九天龙千丈，为你闯一趟。若你独留远方。第85年，力量加点到了40点，单纯提升力量遇到瓶颈，肉身已经承受不住了。下一年开始加体质。这10年里，我加了5点体质，5点气运。我的肉身坚硬程度已经堪比极品灵气，现在就算站着让金丹期打，估计也就是破点皮。去灵界？开什么玩笑！
听说那里金丹多如狗，元婴满地走。在尘界，我是无敌老祖；去了灵界，就是随手能被人捏死的蝼蚁。不去，打死不去。第100年，甘棠镇的老人们走了一批又一批。若再回临我胸膛，年华暗换莫惆怅。你的模样可欣赏，恰似次月光，照天地苍茫，却又望。先生，如烟能讨杯茶喝吗？进来吧，刚泡好的。今年雨水不错，你这菜长得比去年好。下了几场好雨。隔壁王两家的猫老跑来刨我的菜，回头得找他说说。今天又有什么好吃的？蹭饭连菜都不带了。好饱啊！老镇长，铁树开花了，那位素衣娘子都住了大半年了，你们不会就这样度过余生吧？纵有万般光景，一生不过残酷春秋。第115年了，这15年力量加到了50点，体质加到了20点，身体密度增长了很多，现在走路都得控制好力道。先生，您是哪座仙山的仙师？我不是仙师，我只是个正道。这是大秦皇族最高级的秘药。那年我不仅是为了守国门，更因为我知道先生怕麻烦，只要大秦还在，那些不开眼的宵小就不会轻易打扰甘棠镇。如今我要走了，此生能有幸陪先生走完余生，如烟知足了。下辈子别生在帝王家，也别遇见长生者，找一个爱的人共度余生吧。第120年了，最近总是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心境，似乎是这个世界开始排斥我了。应该是我的力量太强了，一呼一吸都会扰乱周围的天地灵气。唉，不是错觉，终究还是藏不住了。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这个满级角色了。看来是时候换个地方苟了。别催了，我自己走。祝你们百年风调雨顺，算是我交的最后一次房租吧。你的模样可欣赏，恰似次月光，照天地苍茫，却又望。尘界飞升者，怎么看着平平无奇，身上毫无灵力变动，
那个，各位大哥，请问蚩尤宗怎么走？蚩尤宗，那可是北境藏阴山脉的魔道大宗，区区一个连炼气期都不是的凡躯，刚飞升就想去蚩尤宗，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吧？这位大哥，能指个大概方向吗？正北方往北30万里，阴气最重、黑云压庭的地方就是。不过我劝你别去，蚩尤宗拿活人炼魂可是出了名的。你这细皮嫩肉的，怕是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多谢大哥提醒，我这人最听劝，办完事就立刻回来。这是哪里来的貔貅怪物？想到尽管我会生于我眼前少女些整整80年了，下界那个该死的镇长还没找到吗？当年他一拳打碎了9长老的本命法宝和肉身，害我蚩尤宗在下界布局尽毁，此仇不报，我蚩尤宗颜面何存？宗主息怒，惩戒天道压制太狠，我们派下去的弟子一旦超过筑基期，就会被雷劫劈死啊！实在是找不到那人的踪迹啊！凡人没有半点灵力波动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凡人？阁下究竟是谁？为何毁我蚩尤宗山门？我是甘棠镇的镇长。是你，那个下界的貔貅蟒！听说你们找了我80年，我这人最怕麻烦，也不喜欢被人惦记，所以飞升第1天我就顺路过来看看，顺便把麻烦解决掉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投。在下界本座奈何不了你，但在灵界本座乃是化神期大能。众长老听令，结万鬼噬魂大阵，将此人抽筋拔骨，炼魂点灯。在下界的因果已经彻底斩断，应该没人再会来找我的麻烦了吧？要好好盘算一下接下来的生活。灵界的灵气这么浓郁，归西术效果应该能翻倍。先找个山清水秀的凡人小镇，继续苟个1万年吧。等把各项属性点都加到1万点，那时候我应该就可以真正无敌了吧？听说了吗？前2天蚩尤宗被灭门了，全宗上下没有一个活的，连山门都被填平了，一拳把一座山门轰没了。这得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反正那等大人物，不是咱们能妄加揣测的。喝酒，喝酒。这世道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客官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
风吹不动你的目光，何其能与天光相搭，尽管我回身遗忘，眼前少年写段春光，未曾想飞升快1年了，又可以加属性点了。不知道加法力后会是什么效果。今年就不加力量了，加一点法力试一下。这虽然灵元看上去很弱的样子，弱到连炼气修士都未必可能，但对我而言意义非凡。这意味着我终于不再只是个会抡拳头的阵长了，我现在是个会抡拳头的法武双修阵长。算了算了，知道太多也是一种麻烦。稳住稳住，不要乱，稳住阵脚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别跪了！我不是什么仙师，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我只是个路过的外乡人。大家别这样，我只是路过镇子暂住的外乡人，真的不合适。大家快请回吧。东西拿回去吧，我真的不能收。命运这东西，有时候确实很喜欢开玩笑。好吧，我答应了。老站长，快起来！乡亲们，快起来！前2天旧宅那边的事儿，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一拳打死烈风妖郎那个，这事儿早就传开了，都传到城里了。怪不得镇子多了许多生面孔。看见的，那妖郎比牛还大，那位大人赤手空拳，一拳砸下去。还好我记跟武斗，一个个的，我一眼就知道是什么主角模板，这一个个都是大麻烦，最好别来找我。哼。玄霜之子，这天怕是要更冷了。玄霄宗圣母沈玉，先生，幽微能讨杯茶喝吗？我找了你100多。你来就来，带人来做什么？不是我要带，是他必须跟着。先生还是没变。变了。以前我只怕尘界的麻烦，现在连灵界的麻烦也开始怕了。先生，我这次来是想请你救我。玄霄宗出事了。带我走的那位师尊，30年前作画了。新任宗主勾结中州天命阁，想用我的气运去开一座上古地墓。我若不从，玄霄宗上下便都会死。我就知道，主角模板这种东西沾上就没好事。先生，后悔开门吗？有一点。圣女，宗主有令，请你即刻回宗。若你再与这不明来历的凡人纠缠不清，休怪我等不讲情面。茶还没喝完就开始催了。他们一直都在等你。我点了点头，放下茶杯。他来了，麻烦通常也就不远了。果不其然，第3天中午，天命阁的人便到了。来的是一名中年人，他没有直接动手，因为他比玄霄宗那几个长老更谨慎。他站在阵外，隔着3里地对你拱了拱手。在下天命阁执事周琴，奉阁主之命，前来请汉生道友一叙。我不喜欢去。道友可知，沈幼薇身怀天命气运，关乎一座上古地墓的开启。
那是他的气运，又不是你的。道友莫非要与我天命阁为敌？本来不想，但你们非要来我家门口说这句话，那现在算是了。镇外一片安静，周琴显然没想到我会把话说得这么直接。狂妄！我天命阁立足中州7万年，阁中合体大成不下双手之拙。你纵有几分本事，莫非还能与天争命不成？我以前在陈界的时候，也有人跟我说过差不多的话，后来他们都死了。周琴脸上的笑意缓缓消失，下一刻，他袖中飞出3枚古红色命钱，命钱迎风变长，化作一方笼罩全镇的阵图。阵图之上，天机流转，命文交织。这是天命阁的成名手段，劫人气运，改人命数。枫桥镇上空瞬间阴沉了下来，镇民们只觉得心神恍惚，像是连魂魄都要被抽走。先生小心，这是真正的命数。周琴的瞳孔睁大，因为那根命线本该无形无质，只能以神念牵引，可现在它被我像扯绳子一样，硬生生从虚空里拽了出来。这玩意儿就是命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徒手触碰天命之线？原来这就是气运和命数的用法，学到了。他不是在硬扛我的术数，是在现学。一个第一次接触天命术的人，只看了一眼就能徒手扯断命线，这已经不是怪物能形容的，这是艺术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。他再不敢停留，转身就想施展遁法逃命。我坐在原地没有起身，只是屈指一弹，一道无形气劲穿过3里长空，周琴整个人连同他的元神命盘、护身法宝一起在空中炸成了一团雾，化得干干净净。这一日之后，枫桥镇彻底安静了，没有人再敢靠近，连路过的飞禽都刻意绕着走。你终于得到了几分久违的清静，可你也知道，这种清静不会太久，因为周琴死前已经把消息传回了中州。果然，半个月后，天命阁3位推演大宗师同时开坛，他们想算你的来历，想算你的命数，想算你和沈佑威之间的因果。结果，第一位大宗师刚看到一片便当场七窍流血，第2位大宗师连界外2个字都没来得及说出口，肉身便炸成了一地碎骨。第3位最惨，他强行推演到了甘棠镇，看到了一块石碑，石碑上写着5个字：此地有先民汉生。然后他便疯了，天命阁上下一片哗然，阁主亲自下令：陈汉生不可算，不可惹，不可进，违令者逐出天命阁。这帮人总算有个聪明的。先生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先继续住着，等再加几年属性点，等强到谁都打不动我的时候，我就更安心了。那我呢？你想留就留，但先说好，我这里不收徒，也不收圣物。那收什么？收个蹭饭的倒也不是不行。沈佑威愣了一下，随后轻轻笑了起来，这是他来到灵界后笑得最轻松的一次。于是风霜镇很快多了一则新的留言：新来的镇长身边住进了一位白衣姑娘，那姑娘来头大的惊人，可在镇长面前倒像个安安静静的小媳妇儿。我本想解释，后来想想又懒得解释了，反正凡人的嘴总是闲不住的。与其让他们猜我是不是上古体修，不如让他们猜我是不是晚莲开花，至少后者听起来没那么吓人。灵界第10年，我的力量加到了55点，体质加到了25点，法力也加到了5点，我的神识已经能覆盖方圆万里。这一天夜里，我在院中练拳，只是随意朝天上递出一拳，结果万里之外，一颗路过的小陨星被我隔空打飞。坏了，我是不是又怪强的有点离谱了？先生，你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欠打呢。是吗？那我以后尽量少说。可还没等我继续安稳多久，一个更大的消息便从中州传遍了整个灵界。上古地幕提前现世了，而木门开启的钥匙之一就是沈佑威身上的天命气运。与此同时，天命阁、大荒圣地、万妖山、无量剑宗4方势力齐齐发出诏令，秦2人者取益州之。我就说吧，沾上主角模板，果然麻烦一辈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们不是想找我们吗？那就别让他们找了。这次我们先去，把他们全都找出来。我说走就走，沈佑威怔了一下，随即起身跟上我一步踏出，地面瞬间炸开一个深坑。沈佑威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四周景色便已疯狂倒退。中州很大，对灵界修士来说，大到穷尽一生都未必走得完；对我来说，也就是多跳几次。半个时辰后，我和沈佑威站在了天命阁山门之外。这里群山如棋，星轨垂天，99座侧天台高悬云海，的确有几分仙家气派。山门早已打开，没有阵法，没有埋伏，也没有杀气。
只有一名白发老者独自站在山门前等我。这是天命阁阁主林森。汉生道友，老夫等候多时了。你们不是最会算吗？既然算到我要来，怎么不跑？因为老夫算了一夜，只算出一件事，跑得再快也快不过道友的拳头。你比上次那个聪明。悬赏是谁提的？大荒圣地提议，万妖山附和。无量剑松点头，因为所有人都以为舒姑娘是开幕之笑。那实际上呢？舒姑娘是钥匙之一，但真正让地幕提前现世的不是她，是你。继续说。那座上古地幕埋的并不是地，而是一位从界外坠落的仙。传说仙死前污染了整片藏地海，后来被灵界仙前联手镇压，外面才套了一层地幕的壳子。如今封印松动，各方势力都想进去抢机缘，可老夫觉得他们抢到的多半不是机缘，而是麻烦。封印什么时候开？今晚子时在藏地海归虚门。汉生道友，今晚去的人很多，大荒圣主、万妖山主、无量剑宗主，甚至还有几位闭关多年的老怪物都会到场。他们未必是你的对手，可那归虚门后面的东西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。没事，人我不怕，我就怕东西。离开天命阁后，我们没有停留。藏地海在中州最东，海天一线，终年漆黑。等我们赶到时，夜幕刚好降临，整片海面死寂的像一口巨大的棺材。而在海中央，正悬浮着一座漆黑古门，古门高达万丈，门上刻满早已无人能识的古老符文。四方势力已经到了，东边是天命阁的人，却全都站得很远，明显一副我们只是来看热闹的样子。西边是大荒圣地，金气如林，圣光漫天。南边是无量剑宗，剑气横空，连海水都被割开了数百道裂痕。北边是万妖山，各色大妖盘踞天穹，凶气遮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数不清的散修老怪、魔道巨牛藏在暗处，个个都在等折子时开门。你和沈幽微刚一出现，整个海面便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。陈海生来了，他居然真敢来！一个从尘界飞升上来的怪物，今日倒要看看他能狂到几时。这地方风水不好。先生是说他们？我是说门后面的东西。陈汉生，把沈幽微交出来，本座可以当之前的事从未发生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陈汉生，你当真要与天下为敌？我本来只是想找你们几个聊聊，但你们说话的语气让我不太想聊。那本座今日便领教一下尘界飞升者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他抬手一招，一口虎骨巨鼎从虚空中缓缓升起，鼎现之时，万里灵气齐齐塌陷，连海面都被压得下降了数十丈。荒天鼎，这是大荒圣地的镇教圣杯。荒天鼎轰然坠落，那一瞬间，荒天鼎轰然坠落。那一瞬间，天都像塌了半边。我站在原地，没有避，也没有退，我只是抬起右手，单手托住了那口巨鼎。轰的一声，海面炸开千丈巨浪，可我的脚连一寸都没陷下去。这不可能！确实结实一点。我五指微微一合，荒天鼎发出刺耳的悲鸣，鼎身之上，一道又一道裂痕飞快蔓延。快住手！可惜晚了，只听咔嚓一声，荒天鼎当场被你捏得四分五裂，无数碎片坠入海中，溅起大片黑浪。这个先留着，以后烧水用。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无量剑宗那边忽然响起了一声剑鸣，谢鼎踏着万剑而来，须发接张，杀气冲霄。庶子，圣迹岂容你辱？无量剑宗谢天，请你赴死！你们剑修说话怎么都这么冲？谢鼎懒得废话，抬手一压，10万飞剑如暴雨般落下，整片夜空瞬间亮如白昼。我站在原地，缓缓伸出2根手指，然后朝前轻轻一将。下一刻，我五指一握，整条剑河猛地收缩，10万飞剑在空中被硬生生捏成了一团巨大的铁球。我屈指一指，那颗剑球如流星般倒飞而回，谢鼎连同他身后的36名剑修当场被砸成一片灰雾，剑修阵营瞬间死寂。就在这时，海中央那座漆黑古门忽然亮了。先生，他在看你。我也感觉到了，那不是错觉，门后的东西真的在看我。下一刻，古门轰然震动，一条粗大无比的黑色锁链从门缝中猛地崩断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不好，门不是要开了。
是里面的东西要出来了。门开了，一只惨白的手缓缓从门后伸了出来。那只手并不大，甚至看起来很普通。可当它出现的一瞬间，方圆10万里的灵气便全部死寂了，是真的死寂了，不再流动，不再呼吸，不再回应任何人的法诀。那是仙师！下一秒，那只手轻轻一按，那名大长老怪连同他周围数百名修士，同时化作了无声无息的灰，全场大乱。刚才还高高在上的各方巨头，此刻全都疯了一样后退。有人施展血盾，有人燃烧寿元，有人甚至当场跪下磕头。可没有用，古门里的东西正在一点点走出来。那是一个浑身缠满断裂锁链的白衣人影，他没有眼睛，脸上只有一片平滑的苍白。可他抬头的一瞬，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被看见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比我更像麻烦的东西。那白衣仙师缓缓抬起手，遥遥指向了我。刹那间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第一次真真正正的落在我身上。我脚下的空间开始塌陷，我的气血开始逆流，都发出了从未有过的轰鸣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，上面竟然裂开了一道细小血口。有意思，我来灵界这么久，你还是第一个打破我谜的。那白衣仙师自然不会回应，他只是向前迈了一步。这一步落下，藏地海直接蒸发，海面散发层层雾气，无数修士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便在白光中化为了虚无。白衣仙师彻底走出了古门，整片天地开始崩裂，天外甚至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缝隙，像是整个灵界都要被它撕开。我抬头看了一眼那道裂缝，眉头终于皱了起来，因为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让这东西继续闹下去，以后别说搞了，我可能连个安稳当镇长的地方都找不到。本来只想出门讲个道理，怎么又变成收拾烂摊？先生，如果这次打不过你就先走吧。胡说什么？我家还在风口镇，桌角下面还压着地图呢。说完，我向前走了一步。这一刻，我不再压制自己的气血，也不再压制自己的神识，更不再压制自己那一身已经强到开始违背常理的肉身。轰的一声，我的气息第一次完整的在灵界展开。方圆10万里，山海齐鸣，无数还在逃命的修士，齐齐被这股纯粹到极致的生命威压压得跪了下去。他身上的锻炼同时飞起，化作9条灭世黑龙朝我绞杀而来。我抬手抓住第一条，反手就把它当鞭子扔了出去。第2条黑龙被我直接抽爆，第3条被你一脚踏断，第4条缠上我的腰，却只来得及收紧一半，便被你用腹肌硬生生封碎。直接崩碎仙炼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白衣仙师终于不再硬拼，他抬手对着天空一抓，他在开界门，他要把界外污染引进来。我听到界外2个字，动作微微一顿，界外。然后我忽然想起了之前被天命阁推演反噬时，他们嘴里没说完的那2个字，界外。原来说的是这个。白衣仙师显然察觉到了此事，他猛地一闪，瞬间出现在沈幼薇面前，伸手便抓向他的背心。沈幼薇周身气运自动爆发，化作无数白金色锁链平平阻挡，可在仙师面前依旧太弱。你找死！下一刻，我消失了，不是消失，而是因为太快，快到所有人的眼睛都失去了力量。等我再出现时，我已经站在仙师身后，而我的右手正插在他的胸口里。整片天地再次安静。白衣仙师缓缓低头，看向自己胸前透出的那只手，我的手里正攥着一枚漆黑如夜的球体，而是一枚不断跳动的死人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发烫，那是来自更高层次力量的灼烧，我却没有丝毫的无知猛地握紧那枚黑色球体登场。白衣仙师浑身一震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，支撑身上的仙光开始迅速溃散。可他没有立刻死去，他那张没有五官的脸竟缓缓裂开一道缝隙。原来是你认识我？不是，你是和我一样的人。他的声音断断续续，他的身体便开始彻底绷紧。然后呢？我一样的人。白衣仙师沉默了一瞬，最后只留下4个字。不要上去。话音落下，他彻底化作漫天灰白色光线，那道被他强行撕开的界门也在同一时间缓缓闭合，天地终于重新恢复了颜色。活下来的所有人都怔怔看着我，没有欢呼，没有喝彩，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和恐惧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一个自称镇长的人用手掏死了一具仙尸。我站在原地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沈幼薇走到我身旁，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有事。伤得重吗？不是伤，是麻烦变大了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想的居然还是这个。就在这时，那座彻底敞开的古门深处忽然亮起了一道微弱光芒，神识一扫，神色微微一变，里面还有东西。要进去吗？我沉默了2息。你是和我一样的人。本来不想，但刚才那仙师临死前的话让我很难当作没听见，尤其是那句和我一样的人。进去看看。
看完就走。我一步踏入古门，沈幼薇紧随其后。门后的世界并不是墓，而是一片早已崩坏的灰白废墟。这里没有灵气，也没有时间流动的痕迹，只有一座残破石殿，孤零零立在废墟中央。石殿门口插着一块断碑，碑上没有临界文字，也没有上古符文，而是我无比熟悉的简体字。我站在碑前，第一次真正愣住了。先生，上面写了什么？后来者，如果你能看到这行字，说明我已经失败了。我和你一样来自别处，也和你一样靠时间变强。圣界不是仙乡，是猎场。飞升不过是把长大的鱼送进更大的网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说明我没能打穿那张网。别急着上去，至少在你觉得自己能一拳打碎天之前，不要上去。殿中有我留下的一道同命印，可分一人长生，算是给后来者留一点人间延续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沈幼薇站在我身旁，没有打扰我。她虽然看不懂碑文，却看得懂我眼里的情绪，那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终于看见路标后的安静。石殿深处果然悬着一枚青铜小印，印中没有灵气，只有一种与我同源的气息。我伸手握住它的瞬间，便明白了它的作用。它不能让人真正与我一样无限成长，却能让一个人与我共享漫长岁月。我下意识看了沈幼薇一眼。先生，里面写了什么？上面说，暂时别再往上走。好的，那就不走。他回答得太快，仿佛这本就是一件不需要思考的事。我忽然笑了，这一趟出门本是来解决麻烦，结果麻烦的尽头竟是另一个和我一样的人给我留了一盏灯。离开古门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灰白废墟，然后一拳轰出，整片封印之地连同古门一起崩碎，彻底沉入虚无。我不想赌，既然那具仙尸能出来一次，就未必不能出来第二次。那种会毁掉我安稳日子的东西，还是永远埋了比较好。回到藏地海后，四方势力的强者还跪在原地，连头都不敢抬。从今天起，谁再打沈幼薇和枫桥镇的主意，我就去他山门坐坐。没人敢应声，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比任何誓言都重。当天之后，严密革撤了玄省、大荒省、一门女，无量剑宗把和半个月列为万要镇是10万里，而我什么都没在管。我只是带着沈幼薇回了枫桥镇，院子还在，茶壶还在，桌脚下那张旧图也还在。你蹲下身，把它抽出来看了一眼，还是垫着吧。沈幼薇在一旁忍不住笑。那天夜里，你坐在院中泡茶，把那枚青铜小印放在石桌上，推到了他面前。墓里还留了个东西，能让一个人活很久，代价是以后可能得天天看我这张脸，挺烦的。他看着那枚小印，眼圈一点点红了。100多年了，他从10岁等到如今，终于等到我，第一次把以后2个字说给他听。先生，这算收留吗？我端着茶杯，沉默了很久。沈幼薇这才笑着把小印握进掌心，月光落下来，照得他眼里像有细碎的心。那一晚，枫桥镇没有雷劫，也没有异响，只有院里那盏旧灯亮了整整1夜。很多年后，灵界依旧会有人提起那一夜的藏地海，提起那位一拳捏碎圣器、徒手掏死仙尸的陈汉生。他早已飞升更高处了。不对，我听说他隐居在某座圣地深处。他根本不是人，是某位上古大能转世。可谁也不会想到，那个让整个灵界不敢大声说话的人，此刻正蹲在枫桥镇的灶台前，研究怎么用荒天鼎烧水更快。院子里，沈幼薇在晒药，街口小孩子们追逐打闹，镇碑上的字被岁月磨得有些淡了。我站在门前，看着人间烟火，忽然觉得这样就很好。不急不急，上面那张网，我迟早会去撕，但不是今天。今天我只是个镇长，要管收成，管邻里，管谁家的鸡又跑进了谁家的院子。至于无敌，至于长生，至于更高处的秘密，都可以再等等。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而这一次，我终于也不再是一个人了。